中人考试第一场笔试题有多难？是什么题能让主角交了白卷？是什么题能让佐助自信的说一道题都不会？我很好奇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试卷。第一题，解读下面加密电码并概括内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啥。问题不大，一道题不会做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下一题，第二题，大家看这个图就明白了吧？典型的平抛运动模型，题中给了水平距离50米和数字距离7米，忽略空气阻力，有水平的匀速运动和数值的匀加速公式可得。手里将初速度为41.84，不过这个题本身就有问题啊，想获得最大射程，理论上45度斜上抛的水平射程最远，这样的话题目条件就有问题了。还有一个问是预测敌方忍者的特征，忍者的特征，黑衣服黑皮肤，身高1.06米，头高33厘米，暗门哥哥，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答案。下一个是英语题，小黑板啊，现在英语不过关也别想当中人了。老实说，这道题我是看不清楚的，好在有其他画面能提供关键信息，盯了半天，连蒙带猜这几个题都得到了复原。第一个 What language is spoken in？ 下一题，大家记得小学2年级我们学过 Big hand 等于 Mid hand，Little hand 等于 Our hand， 这道题给你5秒钟回答。好，下一个问摩西有多少条戒律？众所周知，摩西是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的民族领袖，史学家认为他是算了，通过简单的百度可得，摩西有10条戒律。下一题，你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？ A 可以， B 不可以。同学们，请问你们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？把答案打在公屏上。第5题，衣架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哈，衣架不是用来挂衣服的，难道是用来给名人架烤鱼的吗？我们来看看这位忍者的答案，莫非就是 A？ 兄弟，还考啥中人啊？路走窄了啊！最后一道能看清的大题是有机化学题，大意是溶有某方向烃的乙醚，先加入稀盐酸，再加入稀氢氧化钠溶液并搅拌分层。问最后乙醚层里面的化合物是什么？这道题没有具体条件，我们就大胆假设。假设某方向烃带有氨基，先与氯化氢反应生成盐酸盐，再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原来的有机物，最后溶于乙醚中。若氢氧化钠不够量，乙醚中还可能会有盐酸盐。照这样假设下去，可能会有一堆解法，你能提供一种吗？这就是木叶村中人考试笔试题，能够看清的部分就包含了古文、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化学、历史、生活常识。就是这几道题让名人交了白卷，就是这几道题让沙库拉认为除了自己没人能写出来。同学们，算算你们能得几分呢？你认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还记得第一题的暗号题吗？这名木叶忍者给了我们答案，这些密密麻麻的暗号的意思就是顺应兵法之力，做百般技艺才能之路，则于万事之中与我无人出其右。无事当穷极文武两道，凭两道成大器。于兵法之路，当心坐磐石，内心坚定不移。大事易于观察，小事容易疏漏。若对其他事物不甚了解，难以形成自知之明。虽以为己行正道，为正义心之直道，事之大难，见其身心之偏袒，自身之偏见，反不为正确之路。兄弟，当中人真是委屈你了。今天我们解出了所有能看清的试题答案，同学们现在还有可能像名人一样交白卷吗？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中人考试有多难，题目包含了古文、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化学、地理、历史和生活常识。这期视频会告诉你另外2节中人考试有多简单。是什么题让卡卡西刚开考就提前交卷？是什么题让临时感叹只要不是笨到极点，最难的题也能答对？我很好奇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土哥这届中人考试。第一题送分题，请回答并不人体的查克拉路径被称为什么？这道题动漫46集也有答案。经络系统内是管道，将查克拉输向身体各处。果然名人还是不知道。第二题问查克拉路径上有多少被称为点穴的穴位？动漫的解释是一共有361个被称为查克拉穴的穴道，实际上指的是52个单穴和309个双穴。单穴是人体对称轴线上任督二脉上的穴位，双穴是位于身体双侧左右对称的穴位。下一题，请回答能将3种性质变化一次性综合使用的能力名称。众所周知，2种性质综合使用叫血迹限界，如木盾、熔盾；3种性质综合使用叫血迹淘汰，比如大野木的沉盾。下一题，请在下图中选出赢的结因。大家先盲猜一手，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右神解说豆豆绘图转身时有具体展示结因动作，这就是赢的结因。你们猜对了吗？下一题，在空白中写出 ABC 的身份。题目大意是 A 是以大明为尊，掌管领土内的金钱物资发放，可能是财政大臣，类似小组织里的角督。B 是以长为尊， B 是以长为尊，独立行动，掌管 A 和 C 的职责。B 这个角色越老越好，同时权力很大，盲猜可能是专辑小村之类的高层顾问。至于这个 C 完全没有任何信息啊，这是要闹哪样？这就是所有露出的中人考试试题。从你认出的纸团中可以看出，其他没露出的答案也很简单。这次的中人考试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算算你能得几分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木叶12小强第2次中人考试试题。由于录完考官设的考点不在试题难度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送分题。3道题按30、40、50分数排不起，任选一题作答。第一题，被保护的人应该安排在前面、中间还是后面？下一题，敌人会火盾和雷盾，问下列哪种忍术属性效果最好？众所周知，火克风，雷克土，那就选水盾。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，川水也能导电的呀，那我用纯水的水盾行不行？下一题，请写出高速攻击的优点和缺点。参考1代米3耳朵的天道和站得高的佐助，我们发现高处视野开阔，方便耍帅和开大，但是一旦下面被围，上面就是火把，这就是第2次中人考试试题，是不是更简
简单。鸣人应该后悔没有参加考试吧？要不顶上去让鸣人看看。准备视频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土哥考试的桌子前面有挡板，您坐在土哥的前面，且中间还隔了一排。您到底是怎样才能把纸团水平的扔到土哥的脚边？是查克拉精准控制纸团从旁边绕了一圈吗？这两边的监考应该不是眼瞎吧？难道您会时空间人数吗？整个火影会时空间人数的也就寥寥数人，没有血统支持的您是怎样学会的呢？细思恐极啊，细思极恐。木叶村主城区有多大？翻遍整个百科都没找到答案。漫画第115话也只有部分扇形区域的俯视图，动画里就算喷天道扛着1袋米上了2楼，也只能看到部分2环区内的范围。剧场版终章里倒是有全部城区的环绕视角，可根本没法计算。那么木叶主城区到底有多大？我很好奇。于是我开始从动画中寻找答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第689集中看到了木叶村主城区的全貌地图。木叶城区形状都是椭圆，要计算它的面积，首先得找个参考。这啥都没有，哪来的参考系啊？机智的我注意到正前方的火影岩头像，按当时的时间线，高手公主还未即位。火影岩上只有初代筑间、2代飞间、3代日斩、4代水门这4个头像，头像的数量和位置和这张图上面的轮廓几乎一样。于是椭圆面积计算就成了火影岩头像尺寸的计算。首先我们穿越到博人传第3集，画面中梅塔尔露台并排站在同一平面上，通过官方给出的露台的身高，可以算出梅塔尔身高为162.84厘米，巧了按一样。博人传第114集中梅塔尔绕到自来的岩头像挨着魔力转圈圈，这一张画面中梅塔尔身体几乎笔直，以画面比例可以算出自来眼睛高度为2.96米。那么重点来了，回溯到自来头像刚建成的时候，此时自来头像和火影岩出现在同一帧画面，通过软件内的渲染比例，很轻松可以算出3代火影岩头像高度为16.19米。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木叶城区全景图，根据描绘出的3代火影头像高度，很轻松可以算出椭圆长半轴为437.94米，短半轴为237.99米。我们根据长短轴建立2维直角坐标系，整个椭圆的面积为4倍1象限面积，列出椭圆的参数方程。第一象限的面积为从0到1到 y 对 x 的积分，有一系列换算可得最终椭圆面积为32.74万平方米，这也是画面中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。32.74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是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的一半。不过这只是木叶城区围墙内的大小，不代表整个木叶村的面积。要知道当时众人考试死亡森林的半径就有10公里，木叶村全村有多大，估计连岸本都不知道。纵观所有火影相关作品，木叶城区范围描绘并不统一，有时候是扇形，有时候是椭圆，有时候又看起来接近正圆，可能岸本也没有想清楚吧。今天我们算出木叶村主城区面积为32.74。木叶村主城区有多大？去年我在卡卡西6年这集的木叶城区俯视图，利用火影岩头像算出了一个结果。不过类似的计算有2个问题。木叶村城区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正圆，当成椭圆会造成结果偏小。利用火影岩头像直接算直径会有近大圆小的误差，那么怎么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数值呢？首先就是要解决透视的问题。这次我将用超神罗天真后的大坑重新测算一次。计算的思路是利用 3D 模型将斜俯视视角转成正俯视进行计算。首先还是得要找个参考系。这张图最明显的是这5个火影岩头像，利用露台身高可算出梅塔尔身高162.84厘米，巧了按一，有比例算出自来岩头像眼睛高度为2.96米。来到火影岩完整视角，这张图可算出初代到5代横向宽度为47.88米，这是一个正面俯视视角，正面倾斜只会压缩纵向的距离，因此看起来像是一个椭圆。只要我们算出横向直径，利用面积公式可以算出最终面积，标出5位火影岩的左右宽度。在此图中红圆心的夹角为23.7度，但这是斜俯视的结果，怎么才能知道实际有多少度呢？就需要想个法子模拟视角的旋转。此时横向和纵向直径比例为4.53:1。我们在 3D Max 中画一个圆环，沿这一轴旋转模拟视角的变化。当转到横纵直径相同的比例时，此时就是和图中一样的视角。我们按照23.7度标记一个点，再转回到正面视图，再测一遍实际夹角只有9度，这就是视角不一样带来的差距。岸本画的图夹角23.7度，我们转来转去摆正以后发现实际只有9度，这个变化也符合生活经验。岸本老师太细了，不愧是你。难道你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将这个圈转起来算面积，所以你才画这么清晰的岩头像吗？我惊了。还记得刚才算的宽度吗？旋转之后就是对应这段距离，它是9度的对边，原半径是9度的斜边，用47.88米除以次因9度，算出来半径就是306.07米，直径为612.14米。注意这只是坑的直径，外面还有一圈废墟。由这张图可以算出围墙的直径为709.73米。最后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为39.56万平方米，这就是本次修正后的结论。将近4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？其实也就55个足球场而已。上次粗略计算的结果是32.74万平方米，这次解决了透视居然也只增加了8万左右。看来这圈围墙还是有点小。注意这仅仅只是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，也就是这个圈而已，可以理解为人口主要聚集地，并不是木叶村的全貌。众人考试死亡森林半径就有10千米，那应该没有在这个圈内。今天我们用全新的算法更新了木叶村主城区的面积数据，最后的结论是39.56万平方米。不知道这个结果岸本还满意吗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有点意思，那么就3连支持一下这个头秃 UP 主吧。我是追上山，我
我是最上春下山，我们。